好了，上次也有一段时间了啊，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这款车了。但是因为疫情，我确实是一直没有机会试驾这款车。那么这次呢，算是对它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体验。但是我试驾的那台车呢，其实不是这个颜色的，而是它官方主打的冲浪蓝的那么一个颜色。包括它的宣传上面，包括 4S 店里面的展车，大部分都是那个颜色的。但是当我看到这台车的时候，我爱上了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精致，所以我一定要拍这台车。我跟别人换了一下，拍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觉得你想买元 Plus 的话，我建议啊，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颜色，官方应该叫做滑雪白啊。但这个白呢又不太一样，不是那种雪白的白，而是透着一点的灰色的啊。不知道大家通过镜头能不能感受出来？那么为什么这个颜色这么好看呢？我也仔细的思考了一下。那么首先呢，我觉得跟它这个哑光色的金属拉丝的面板有关，跟这个白色很搭。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黑色了，包括下包围这一块都是黑色的处理，跟这个白色搭配在一起也非常漂亮。那么另外有一块呢，我觉得就要往侧面来看了。这个颜色的元 Plus 从这个角度看过来，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那种端庄的感觉的，跟蓝色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那么什么原因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边都是这种镀铬的装饰条，是高亮的，包括它这个行李架跟这个白色非常搭。另外呢，这一块它是有一个黑色的，然后下面又是白色啊，整体搭配在一起就非常的漂亮。然后另外呢，就这一块也是这台车的一个特色，它叫渐变龙鳞，对吧？这个是银色的，然后它在这个有点灰的这个白色上面也是非常的妙的这么一个感觉啊。另外从侧面看过来的话，它这个轮胎尺寸也不小，18英寸了，235的胎宽，50的扁平比。它并不是去追求它的省电，而特别去缩小它的整个轮圈的尺寸啊。235的胎宽应该还是比较的可观的。另外呢，比亚迪 Design 说明比亚迪这次确实也是非常的自信的，把它设计的这么一个名牌标志在这里。但这个名牌呢也比较的有讲究，放在这里也是比较的精致的，它是哑光色的金属的质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跟整体它其他的颜色，包括一些饰件搭配在一起，是能让它非常好看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么一些细节方面，大家来看一下啊，它这个灯的话，它是环绕式的这么一个大灯。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它灯里面啊，这是日间行车灯的这么一个模式，这里分段式的这么一个灯，包括里面还有分段，所有的一些细节都是非常的经得起推敲的啊，都是非常精致的感觉。确实，目前比亚迪的车颜值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从灯这一块也能看出来。那尺寸方面呢，目前的元 Plus其实比之前的元 Pro 是大了不少的，它目前车身长度已经到了4455毫米，车身宽度呢也超过了1.8米，所以这台车整体的尺寸也是让它能够好看的这么一个原因。我认为它整个三维的比例感会比较的好，所以搭上这个颜色也非常好看。另外呢，它的轴距也是超过2.7米的，2720毫米。尾部呢，确实也是非常的有设计感，非常的有层次感。大家可以看一下，首先它这个大尾翼非常的夸张，还有鲨鱼鳍的天线，然后这一块呢，它是贯穿式的尾灯。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一块我也研究了好久，它这个还是比较的有特点的，分层式的，一段一段的，其实是跟它车内相呼应的。可以看出来，在设计方面确实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的。然后呢，我们打开后备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在这个位置电动式的开启的。打开以后呢，会发现它的整个尾箱是比较深的。然后下面打开呢，还会有一些隐藏性的储物格啊，可以放一些隐私性的东西。另外呢，包括它的充气泵啊、补胎液啊，都是有配备的，它是没有备胎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看了一下，它下面这个饰板它是可以分层的，这是往上，很明显是为了它的第二排座椅放倒形成一个平面。那么平时如果后排不放倒，那就可以把它这个板放在下面。这边呢还有耳朵，有网兜，而且还有灯。基本上挑不出什么特别大的槽点来。元 Plus 这套内饰的配色，我认为跟它这个外观的颜色也是比较的搭的。它其实车内有3种颜色，有蓝色、有灰色，还有红色，它是3种颜色的拼接，跟外观特别的搭。另外在用料方面呢，这种地方都是软的，这一块材质是非常特别的这么一个材质，是全新的一个材质，摸上去手感都是非常的亲肤，感觉都非常好的。然后这一块呢是金属拉丝的面板，那么有一些小细节方面我使用下来，首先它这个挡把
质感真的非常的棒，包括它 P 档是在这里按的啊，这个质感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空调出风口这一块，包括这里前挡上面出风口这一块，都是这种圆形的，是杠铃片的这么一个感觉，包括这一块啊，它都是有质感的，都有声音的。非常非常的棒。另外呢，就是它的门板上，它这次它解锁是在这里的，而且它是跟它这个音响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也是非常有创意的这么一个点。然后这边呢，它是模拟跑步机啊等等的一些运动器械的这么一个感觉的造型也非常独特，包括这个颜色是亮色的，搭配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它这个屏幕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亚迪的一个可以旋转的屏幕。那么它的系统方面呢，我说了一下，它就开始旋转了，对吧？可以旋转的这么一个屏幕。另外呢，它的系统 D-Link 也一直在升级，包括它的 UI 的界面方面啊、功能方面啊，都在不停的升级，而且它是非常的开放的，可以装各种的 app， 包括娱乐啊、导航啊等等，只要你手机上有的，基本上它上面都可以安装，这一点我就不细说了。另外呢，它这一块也是比较传统的比亚迪车型的这么一个设计，各种4系按键还是比较的实用的，包括能量回馈的调节，包括驾驶模式的选择、音量的调节，包括空调的调节的按钮，这边也会有2个杯架。这里打开呢，会发现它里面还有一个话筒的一个充电的这么一个盒子，原厂就设计在里面的啊，它是车载卡拉 OK 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另外这个方向盘部分也是比较的有运动的感觉的，属于比较粗壮但不是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方向盘，小巧的，下面是平底的，上面呢有红色的缝线，多功能方向盘，整个搭配在一起，这个方向盘确实也是比较的好看的。然后这个座椅呢也是一体式的这么一款座椅，它的坐垫呢长度非常的够，对腿的承托也是非常的到位的，而且是比较的柔软的，调节部分都是电动的，没什么问题。这款座椅呢也是比较舒适的这么一款座椅，所以它这个前排的氛围感确实属于比较精致，也是比较运动的这么一个感觉，应该是比较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口味吧。元 Plus 的后排有几个点也让人印象深刻。首先呢，它这个全景天窗非常非常大，看我头部以上全都是全景的天窗了，开扬感非常的好。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后门的音响部分也是融合了这么一个氛围灯的啊，有一条红色在这里，开门呢也是这个位置进行开的。再有呢，就是它这个座椅长度非常的 OK 啊，这个级别少见的这么长的这么一个坐垫，承托非常的棒，而且这个座椅确实非常的柔软，椅背的角度也是比较的合适的。这边呢会有一个储物格，后排的空调的出风口，包括2个 USB 的接口，这里呢还有比亚迪 Design，另外地台部分也是全屏的。然后呢，坐在后排就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前面它这个缝线啊，特别的精致，特别的好看，比前排还要更加的直观一些。这里呢还有一个扶手，所以这个后排啊，确实整体舒适性还是做的 OK 的。OK， 现在我已经把元 Plus 开起来了。补充几个点，首先我发现它这个门板上的琴弦实用性还是比较的好的，对，东西放在这里有一个固定的作用，特别是比较长条的水啊、水瓶子放在这里可以起到一个固定作用。另外呢，它门板上的氛围灯，它是有一定的功能性的，不光是装饰性的这么一个效果。如果车内的空气质量比较差，那它会显示红色的灯，然后它通过它的空调进行过滤以后呢，空气变好了，它的灯又会变成绿色的这么一个灯的。那么动力部分呢，它是150千瓦310牛米的这么一台电机，其实用在这么一台 SUV 上动力还是比较的强的。官方给出的100公里加速时间是 7.3 秒，而且呢它有3种驾驶模式 Eco、Normal 和 Sport。比如说我现在呢已经把它调到了 Sport 模式，走，动力来的相当的快啊，推背感还是非常的直接的。其实它3个驾驶模式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的大的。Eco 模式呢确实非常的慵懒，提速没有那么的直接。另外它的转向方面也有舒适和运动2种。如果进入运动的转向的话，它的转向会更加的犀利一些，也会更加的稳重一些，是这么一个感觉。那么再有呢，就是它的能量回收方面，它有2种
也是通过这边的一个实体按键来进行控制的，有标准和较大。它这边呢会实时的显示它能量回收的这么一个千瓦的。我刚才特别试了一下，如果较大回馈呢，它的能量回收可以达到30千瓦以上。然后标准的回馈呢，大概松开油门踏板以后，它的能量回收在10千瓦左右。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差别。但是实际在开的时候，丢开油门踏板的感觉，我觉得两者倒是差别不是特别的大。据他们厂家介绍，它这次呢，因为刹车它是有结合它的动能回收的，所以油门踏板的回收力度方面的话，并不是特别的强，主要是作用在它的刹车踏板上。当你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呢，它的能量回收会同时的进行启动的。那么在底盘方面呢，它是后面用了多连杆的这么一个独立的悬挂，开起来确实我们在这种路面上走，它的滤震性能、小颠簸过滤的还是比较的充分的。然后我们来变个道给大家看一下。虽然它这个底盘算不上特别的运动啊，但是日常的稍微激烈一些的驾驶的话，它也是能够满足的。这是它的底盘，然后呢就是它的静音部分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现在大概60公里在开，对吧？车内确实非常的安静的这么一个感觉的，所以这台车整体开起来是属于比较的顺、比较的轻松的这么一台车。当切入 Sport 模式以后呢，还能带给你一定的驾驶的乐趣的。走。那么总结一下，首先这台车外观还是有一定的品质感的，并不是一味的追求年轻而有那种特别突兀的设计，并没有。整体看上来，特别是我之前给大家拍的那台滑雪白的车，质感非常非常棒。内饰部分呢，这台车确实洋溢着运动的气息，洋溢着年轻的这么一个感觉，跟以往的比亚迪的车型还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应该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这台车我整体开下来，我觉得它的综合素质表现确实还是比较的棒的。确实是挑不出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槽点来啊。OK， 这就是我们试驾这台元 Plus 的全部的内容。